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，狐狸猫决定跟小树蛙一起去超市买食材，然后到小树蛙家煮热腾腾的蔬菜汤来喝。买完食材的狐狸猫与小树蛙来到小树蛙的家里，小树蛙拿着食谱研究蔬菜汤如何煮，狐狸猫则在研究瓦斯要如何开。在一阵手忙脚乱中，狐狸猫和小树蛙终于煮好了蔬菜汤，却也把自己用得很狼狈。喝完热汤后，狐狸猫和小树蛙坐在沙发上，不知道要做什么。狐狸猫说：“你上次不是要介绍有机物的分类吗？不然我们趁这个时间来了解吧。”于是小树蛙回到房间，拿出一个黑板，在上面画了不同有机化合物的构造。小树蛙让狐狸猫先试着把这些有机化合物分类。荧幕前的你，帮帮狐狸猫吧。狐狸猫仔细观察，发现1号和2号有机物只有碳原子和氢原子，而3、4、5、6号有机物除了碳原子和氢原子之外，另外还有氧原子。狐狸猫认为这样就可以分成2类了。若依照狐狸猫的想法，便是利用原子的种类进行分类，把含有碳、氢原子的分成一类，含有碳、氢、氧原子的分成一类。小树蛙称赞狐狸猫很棒，并表示若有机化合物只含有碳和氢2种原子的话，称为碳氢化合物；含有碳氢氧原子的，则称为碳氢氧化合物。小树蛙向狐狸猫说，而碳氢化合物又可以称为烃类哦。烃类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？其实烃的字形、字音是由碳、氢所组成。接下来小树蛙问狐狸猫，还记得目前有机化合物的定义吗？当然还记得。狐狸猫大声地说，有机化合物必定含碳原子，且可以依照不同原子的规则与其他原子连结，例如氢原子、氧原子等。接着小树蛙提到，其实烃类还可以依照碳和碳原子间或与其他原子间形成不同的键数，分别是单键、双键及3键，并逐一命名为烷类、烯类、缺类。小树蛙又提到，其中甲烷是烃类结构中最简单的有机物，它是一种难溶于水的气体，是一种古生物长期沉积地下，经慢慢转化及变质裂解而产生的碳氢化合物，而且可以释放大量热能。你还记得刚刚我们煮蔬菜汤时，是不是有使用到瓦斯呢？狐狸猫表示，有的。这跟甲烷能释放大量热能有关吗？小树蛙说，对呀，就因为甲烷有这样的特性，所以将它作为天然气的主要成分，由瓦斯公司架设管线，提供用户使用。小树蛙也让狐狸猫想想看，生活中哪里可能有甲烷的存在呢？没有错，森林中落叶分解时，天然沼泽冒出的气体中，以及动物消化食物产生的排气里面，也有甲烷哦。接下来，小树蛙让狐狸猫想想看，小吃店很常使用的桶装瓦斯，里面的成分其实主要是丙烷和少量的丁烷。狐狸猫提出疑问，所以丙烷和丁烷也是气体储存在钢瓶咯。小树蛙回答，丙烷和丁烷虽然是气体，不过为了方便运输使用，便将原本气体的丙烷和丁烷经过加压压缩成液体，储存于钢瓶中，以增加使用量。狐狸猫接着说，刚刚介绍了有关于烷类的不同有机化合物，难道没有一种统一的命名方式吗？其实有的有机化合物，如果含碳数是10个以内，就会以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命名；若含碳数是10个以上，则以碳原子总数命名，也就是数字
让我们和狐狸猫一起整理今天学习到的东西。仅含碳和氢两种元素的有机化合物叫做碳氢化合物，简称为烃类。烃类包含烷类、烯类、缺类等，不易溶于水，且在空气中完全燃烧后可生成二氧化碳与水。而有机化合物的命名方式，若含碳数是10个以内，依序以甲、乙、丙方式命名；若含碳数是10个以上，则以数字命名。最后，荧幕前的你，想想看，还可以依照什么条件帮有机化合物命名呢？